这是怎么回事啊？评委们，我的蜡板出问题了。啊，去看一下。怎么回事啊？我的蜡板断了，之前明明好好的。除非……好了，什么都别说了，你赶紧抓紧时间重新制作一个吧。人家已经开始金属铸模了，你这里还要重新开始，现在时间1分钟都不敢浪费。比赛要紧，抓紧了。好吧，加油加油！赶紧做吧。我知道了。师傅们，拜托要重新做一个蜡板，时间紧张，麻烦大家动作快一点。时间来不及了，高姐，我看了还是算了吧。是啊，我相信大家的能力，这一点时间要完成蜡板到铸模，一次成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毕竟这次我们代表的是集体荣誉，总不希望最后的失败是输在工艺上。我稍微改一下设计，把复杂的地方改得简单一点，怎么样？那你还是改完了再说嘛。是啊。好。群像耗时太长，一点差错都会导致立体效果大打折扣。外公讲过句子艺术，简单中制造变化，用残缺碰撞出别样的美。现在只能用修改工艺来缩短整个铸模的时间。这样挺好，咱们开始吧。你开始呗。来，动手吧，来。这个高洁还有本事起死回生，很漂亮。看来我们还是成功了。很高兴大家能各尽其能，与自己的制作团队良好配合，进入到最后的环节——镶嵌。作为一名优秀的设计师，在寻找上好的材料上，必须要具备一定的技能。你们有1整天的时间做准备，后天将进行最后的环节镶嵌，完成成品制作，角逐本届比赛的冠军。舒怡呀，这届的选手虽然都很年轻，但是个个都有实力。我看了他们的设计，忽然觉得，哎呦，我真的是老喽。不就是想听我夸夸慧慧吗？以我个人的评判啊，慧慧的设计就放心吧。林老师，不好意思，打扰了。什么事啊？刚才在赛场上没有来得及说清楚，做好的蜡板经过午休之后突然间断开了3节，我觉得非常奇怪。我想查一下监控，看看有没有可能中间出现了什么差错。你是在质疑主办方没有保护好选手的作品？我相信您和组委会都是公正的，就因为这样才特意拜托你。
你的意思是比赛有黑幕？舒怡可是我们珠宝设计界的翘楚，她已经很多年担任评委了。她人一向公正，而且以前的比赛从来没发生过这种情况。高洁，你心急我们都很理解，但是你把责任推给组委会，这个对主办方来讲是不公平的。不是，高洁，本来我对你的期望很高，一次失误并不代表什么，但是出了问题就归罪他人，这样我真的挺失望的。林老师，哎呀，林老师，舒怡，舒怡。吴老师，高洁，你怎么来了？舒怡的脚踝韧带断裂了，所以呢，她要休养一段时间了。是我一心想着比赛的事情，反应太慢了，不然我就可以拉住林老师了。你也别太担心了，是她自己不小心摔倒的，跟你没关系。我可以去看林老师吗？现在医生正在给她治疗呢，恐怕不太方便。而且你只有1天的时间准备比赛了，现在每1分每1秒都不能浪费。要不你先回去，你的关心我替你带到。谢谢吴老师，那麻烦你了，我先走了。要我看啊，明显就是高洁设计不合理，没跟制作团队合作好，做坏了就是做坏了，还跑去跟评委纠缠，真有意思。就是，这简直是打我们凡思的脸。可不是嘛，那女孩一看就是摆高位啊。我早就说过了，没有那个真本事啊，削尖了脑袋挤进比赛，到最后仍然是个笑话。好了好了，别说。有笑话别人的功夫，不如好好想想怎么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以后这种没有营养的刻薄话，我不希望在公司里再听到。高姐，跟我过来。周总，哦，我们不懂制作工艺的比赛明星来了啊！坐。高姐，真的很难为你啊，连蜡板都做不好，还要去参加比赛，也是勇气可嘉。周总没必要这样嘲讽我。现场蜡板断裂，这影响的是整个凡思从设计到制作工艺的品牌形象。这蜡板是被人动过手脚的。公司难道不该帮员工一起查清真相吗？做了手脚，谁做的？为什么？按你这么讲，每一个参加比赛的选手都可以拿这个当借口了。高姐，我告诉你，不光是我这么说，连我们公司派去现场的师傅也说你对制作工艺的确不太了解，连自己人都这么讲，你还有什么可辩解的呢？周总，明天就是比赛最后的录制环节了，还得麻烦周总给高洁准备一下要参加比赛的鸽血红。鸽血红啊，这块红宝石可是我费了好大力气才采购回来的。现在高洁闹出这么大的事情，我真的很不放心把鸽血红交到他的手里。我觉得还是不要浪费这么珍贵的红宝石了吧。周总，你别忘了，高洁是居总当初钦点的人选。比赛没到最后，谁输谁赢我们都不知道。但如果让居总知道是因为你没有给红宝石导致的高洁出局，那结果会怎么样？我相信你很清楚。司长，你最好不要用居思颖来压我，我不吃这一套的。我这个呢是为了大家考虑，
公司尽全力支持高洁，无论输赢，那责任都是他自己。但如果传出来樊斯连一颗红宝石都拿不出来，导致我们的选手在大赛失利的消息，那居总一定会追究相关领导的责任，到时候你我都难辞其咎。好，司总说的有道理，考虑的的确比我周全。红宝石呢？借，当然借。不过现在这颗红宝石在外地的分公司保管，我会安排人送回来，明天保证交到高洁的手里。OK？ 谢谢周总，谢谢司总。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联系一下。二位还有其他事情？那周总飞行。不错。你是想用碎瓷片代替祖母绿的群香，缩短铸模的时间，这想法很好。可是小杰，你可不要小看这碎瓷片啊，镶嵌起来有一定的难度。你公司的师傅们行吗？我跟他们都聊过了，应该问题不大。哦，那就好。哎呀，明天呀，我真想到现场看你比赛。可是你妈妈……没关系，外公，照顾妈妈才是最重要的。而且我都长大了，你应该相信你的外孙女才对，我可以的。我相信，我相信。小姐，外公想祝福你2句话。比赛嘛，输赢名次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做出了一件于心无愧的好作品。你要真能做到这点，外公和你妈妈就为你感到骄傲啊！没人接，应该是在路上。高洁，今天你和我用的都是红宝石，你的质量应该不会差吧？否则我怕赢得太容易了。高洁，我女儿说话比较冲，别往心里去啊。期待你今天的表现。怎么一直没人接电话呀？会不会……来了。周总。啊。红宝石呢？实在不好意思啊，高姐，我的助理呢记错了我要宝石的时间，今天刚刚把宝石从外地运回来，好巧不巧，路上偏偏又遇上了堵车。这么重要的事情，哪个助理敢记错？说的就是，明天我就把他给开除了。但是我真的尽力了，老天不帮忙，我也没办法啊。要不这样，我先进去看看能不能帮你们拖延一下时间，好不好？再想想别的办法啊，别着急。我突然间觉得自己很可笑，没日没夜的画设计稿，改了几百张图，好不容易才得到一个参赛的机会，结果呢，遇上蜡板断裂，我想尽办法用设计来弥补工时，以为可以在决赛力挽狂澜，结果就连参赛的红宝石都没有。直接被宣告失败，还是因为自己人。高姐，一定要稳住，就是因为之前费了这么多的心力，眼下更不能放弃。没有红宝石，我现在就去跟我的珠宝商朋友打电话，看看能不能靠人情再借到一些。可是比赛一会儿就开始了，还来得及吗？一定可以。等我。
那高洁啊，先姑且不论他的红宝石质素如何，就照刚才的情形来看，恐怕开天窗了吧？这次的选手啊，也就高洁还算有点实力，但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冠军非你莫属。吴小慈大师的女儿回国参赛，不拿冠军，这还像话吗？所以啊，我一开始就跟你说了，不用担心。真搞不懂，那高洁怎么就让你这么在意了？还是你心里觉得她比我优秀？哪里有？我吴小慈的女儿永远都是最棒的。好了，你赶紧去做准备吧。嗯。潘越，当年你输给我，现在你的女儿也注定会输给我的女儿。高级选手，高级选手，你先去休息室休息吧，我们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麻烦让我再多等一会儿，我比赛用的主食还没到呢。人家都是提前做好准备的，怎么你们凡思这么大的公司送颗红宝石过来都会出岔子？你先走吧，我跟他聊一聊。别生事儿啊。嗯。怎么，在等宝石啊？刚才你应该都听到了，我的主食被人放鸽子了，现在只能等待奇迹发生。你要什么样的红宝石？我帮你找。恐怕帮不了，我需要的是鸽血红，因为设计的原因需要特定的台面大小。即便你有，你愿意给我吗？放心，思成已经帮我去找了。好啊。又是这个男的。既然有英雄救美了，那我就不多管闲事了。您那边红宝石还有什么？对，给我准备出来。对，麻烦你快一点。好，好，谢谢啊。你干嘛去？我去帮高洁找颗主石。你是不是疯了？你没听其他选手议论吗？说高洁是高会夺冠最大的劲敌，你去帮他，你是为高会夺冠制造麻烦，也是在为你自己制造麻烦。那起码也要让高洁有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吧。现在是高洁有难，你帮他；如果是其他的选手呢，你会跟我说所谓的公平吗？我知道你在意高洁，可是你别忘了，你答应过我，绝对不把个人感情带到工作中来。我们筹谋了这么久，包括那颗你千辛万苦得到的红宝石，不都是为了帮助高会吗？我们跟慈恋合作，就是看中吴小慈母女的实力。如果高会连自己夺冠的能力都没有的话，那么未来他凭什么帮我们跟木子领导？玉池，只有这些吗？小于总，您要的太急了，我已经把能调来的全部都调来了，只有这些小宝石。那行，这些。哎呦，还有这个，对，你还得帮我一个忙，我可能不方便出面，你帮我送一下。行，没问题。那辛苦了。没事。思成，
时间实在紧迫，我这里只有这些小宝石，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早了，快来不及了。大赛即将开始，请选手观众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司总，拜托了，你一定要赶回来。高小姐，你是？高姐你好，这是给您参加比赛用的红宝石，虽然尺寸还有些差距，但是质量非常好。是司总安排的吧？谢谢，谢谢。高姐，司总，红宝石到了。这宝石不能用啊！整个主石的设计尺寸那是不能动的。这些宝石，派不上什么用处啊！是啊，宝石是死的，人是活的，一定会有办法的。什么办法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算上了机器啊，我们镶嵌好了，开天窗啊，这不像是作画，画上几笔就完事儿了。请各位选手和制作团队做好准备，等一下要上机器做最后的镶嵌。开天窗，天两笔。珐琅，你们会珐琅工艺吗？用珐琅着色，点缀宝石，那就可以弥补尺寸上的缺陷。临场去弄珐琅，谁会啊？反正我不会。得了，别耽误时间了。你这有本事，你来做。这要么蜡板断了，要么临时做珐琅。我看你是故意的吧？这个我也做不了。师傅，师傅。小杰，外公，你怎么来了？我来帮你呀。他们不是走了吗？外公帮你。但是妈妈怎么办？你放心，我都安顿好了。今天是我外孙女重要的日子，我怎么能不来给你加油呢？况且呀，你外公这个老将军，别的没有，要说是传统工艺。我还不服他们。各位评委们，我可以申请一下换配合制作团队吗？林老师，您觉得？林老师，给他一次机会吧。团队人数不变，比赛开始之前可以换人。谢谢，谢谢老师。外公，好了。他们同意了。同意了。好，小杰啊，还记着我嘱咐你的话吗？
这东西好坏，不在堆上了多少价格，而在背后啊，你付出了多少情感，这才是真正的价值。今天咱们爷孙俩合作一把，成败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丢了匠人的精气神。我知道了。来，上阵吧。时间有限，不过你别紧张。我做了几十年的珠宝首饰，这是我最满意的作品。谢谢你，外公。哎呀，时间太长，我得赶紧回去了，赶紧回去接你妈妈呀。哦。外公看好你，你也要有自信，冷静。那我们就回家庆功。嗯。怎么还生我气啊？我是扎青啊，连供应商都说了，小于总豪气，把我订的所有红宝石全部都送给别人了。我做过亏本生意吗？是，你以前是没做过，那不代表以后没有啊。哎，抱歉，路上堵车了，没来及赶过来。你先吃点东西吧。比赛是一个拼时间更拼体力的工作。司总，我要谢谢你派人送过来的红宝石。虽然没有大颗的主石，但是有了这些小颗的红宝石，我有信心可以用设计来弥补这个问题。我派的人。总之，谢谢你的帮忙。各位选手，我们的休息时间已经结束了，请大家上台，我们宣布最终结果。好了，谢谢你的外卖，我要继续回去镶嵌了，回头再细说。行，见好比赛吧。嗯。有请5位选手上场。我们有请评委上台检验成品。还不错啊。典雅大气，浑然天成，就如设计者说的，这是一颗王者之心，每个细节都彰显了它的主题。确实不错。到目前为止，评委最满意的是高贵的作品。你送的那颗红宝石是点睛之笔啊！这是我见过的最有智慧的一款作品。这款尘世之爱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出来，非常不容易啊！还有，它全部用瓷片代替了祖母绿群香，用珐琅装饰来弥补主石的尺寸，最终的完成度极高，不错，确实不错啊！
对，我和你的看法一致。虽然没有璀璨的主石，但是运用小的红宝石，再以珐琅点缀，也能创造出光彩夺目的作品。这恐怕就是我们作为设计师最后的真谛，不断的用奇思妙想来化腐朽为神奇。说得好。这幅，这个，那咱们到下边去讨论一下。好，请。没事。我觉得冠军人选非高慧莫属。我觉得吧，他这个有点中规中矩。高洁的这个还是有创意的，有智慧在里面，有思想，有灵魂。沈老师，高洁的作品和成品，他的和设计稿呢出入太大了，根本不符合比赛的原则。沈老师，那么少数服从多数，我们就这么决定。服从吧，我持保留意见。让大家久等了。通过评委们的充分讨论，对于最终的冠军人选已经有了一致决议。下面让我们有请林老师为我们宣布最后结果。它的设计充满了智慧和生命力，从设计到成品都非常出色，充分展示了一位设计师的创作技巧，对材料融会贯通的驾驭能力，以及在工艺上理解和领悟力。听林老师的评论，怎么像是说高洁的作品？他今天表现确实很不错。我现在宣布，冠军得主是单项奖之前呢，我要先宣布一件事情。高洁选手的作品表现也非常的出色，得到了评委们的一致好评。这件作品设计技术、构思独特，而且技艺精湛，有吴秀慈老师是件不可多得的好作品。可惜，比赛规则要求每一位参赛的选手从设计到蜡板完成成品都要保持一致。高洁选手的作品到成品时与设计稿有很大的出入，所以按照规则，他的作品不能参加总分的计分，故而也就失去了参加评分的资格。对此结果，评委们都非常的惋惜，但是也只能尊重比赛的规则。林老师，我可以解释的。不必了，高洁，你对评委们的意见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了。比赛就是比赛，希望你保持一位设计师的尊严，坦然地接受吧。韩胜美，30岁，外企资深 HR， 精于人情世故，为人仗义，一心想嫁个有钱人，可是喜欢她的没钱，有钱的又瞧不上她。眼看着美女变剩女，她只能在相亲路上越战越勇。
我有料，我有品，你值得拥有。你们俩干嘛呢？樊姐，220要装了监控。樊姐，你看啊，它这摄像头好像还能这样来回这样动。装个摄像头防贼呢？里面住的什么人？我听小郑说了，说这里面的人搬来好几天了，就是没见着人影。我只看见保洁阿姨进出，连个人影都没看见。这么看来，这个人很古怪，一定不好相处。管他呢！我听小郑说，2203也要入住了。但愿是个高富帅。高富帅。樊姐，今天打扮这么好看，又是约会啊？不许叫我樊姐。小美美眉。行了，姐姐我先撤了。预祝我相亲成功吧！加油，小美美眉，加油！加油，小美美眉，加油！加油！走吧。我以为每天叫醒我的不是闹铃，而是梦想，没想到呢，却是隔壁的装修声音。这下好了，再也不用听到隔壁的噪音了。小小丫，咱俩出去庆祝一下呀！咱们2个人一人一杯奶茶，再来一盒甜甜圈，怎么样？咱们再来一笼小笼包，好啊！你吃吧，莹莹。那我吃了。关关，你有没有发现，咱们现在比上学时候还穷？我一个月4000块钱的工资，租房子，还有基本的吃喝拉撒，还有交通，这么一算下来，工资卡基本上为负数了。要不是我爸每个月给我接济，我每天下班都不敢出去。邱莹莹，23岁，来自小城市的平凡姑娘，职场新人，直爽单纯，爱恨分明，做事莽撞。凡事拎不清的她，常让自己陷入窘境。父母一心盼望她在大城市站稳脚跟。我现在连衣服都舍不得买了，进商场纯属 window shopping。主要这工作了吧，还有点不太好意思问爸妈要钱了。关雎尔，22岁，500强企业实习生，家境良好的乖乖女，文静内向，气质温柔。为了能在年底通过考核留在公司，不是名校毕业的她，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可是你跟我不一样，你们这个行业，世界排名前几位的老外企业是非常正规的，只要你好好干，明年工资肯定飞快的涨。不像我们，都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在哪儿。我只能期望着自己早点通过注册会计师考试了。我们这一批进公司的呀，都是什么名校毕业，我真怕像我这种排不上号学校出来的，回头再给淘汰出去。别担心了，你肯定没问题的。干杯！加油，加油！我最近老感觉我吃不饱，每天都累死了。我也觉得我瘦了。你说我要不要回老家呀？待在上海还有没有前途啊？你说我这一年不吃不喝的拼命工作，才能买2平米的房，而且都是偏僻的地方。可是我要是回老家考个公务员，我就活得不用那么斤斤计较了啊。要不你考考试试？唉，别提了。我一说回家，我爸就跟疯了一样，要死要活的，说什么回家那些孩子都是没有前途的，让我在上海好好混。这不，刚给我打了5000块钱。其实说实话啊，我现在长这么大了，还管家里要伸手牌，我心里特别难受。可是我没法拒绝，我就怕我这样要着要着，就变成理所当然的了。我也是，我妈今天刚跟我说给我买了几件秋装，我都没敢吱声。莹莹，你也别太难过了啊，等你通过了注会考试就会不一样了，到时候月薪起码翻倍。你以为注会考试那么容易啊？就我这智商，
肯定没戏的。小娇啊，家里又不是没给你准备房子，为什么非要住在这儿啊？你看看这个车库黑咕隆咚的，这都停着什么车呀？这都是。爸，这可停的都是好车，你看那儿，法拉利啊，宝马啊，还有这辆保时捷911，哟，这可是限量版哎！我在美国也没看到几辆，居然在这个小区能看到这辆车。哎，潇潇，潇潇，往哪儿走啊？咱们就这儿啦，19号楼。哦，这边来。好嘞，谢谢，不客气。关关，说真的，我好羡慕咱们隔壁啊！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买上这样的房啊？是呀，这小区环境这么好，离地铁又近，大小格局都合适。要是能在这儿有一套自己的房子，简直就跟做梦一样。小区的环境也不行，绿化太少了，楼与楼之间隔得也太近了，跟鸽子笼似的。这是人住的地方吗？这什么电梯？哎呀，这才上来几个人就挤成这样了，比爸爸给你准备的别墅差远了。再说了，这又是公司又是出租房，里面的人员也太复杂了。你一个女孩子住在这儿，爸爸实在是放心不下。女儿愿意住这儿有什么办法？就让她在这儿先住2天，万一不行就搬家。话是那么说，那又不能委屈了咱们女儿啊。就算住公寓楼，那也得选个档次高一点的，是吧？哎呀，新楼盘那么多，是不是？到了，哪个不比这个好啊？来，到了。哪儿？这边。啊，站哪，来，这边。我真受不了了，什么意思啊？有钱人就可以这样吗？说咱们小区，还说什么这不是人住的地方，那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苍蝇，我们是耗子呀！就是呀，这2203看样是来了一个白富美。这有钱人跟咱们就是不一样，这多好的房子呀！这让他爸妈说的跟有多委屈似的。这2203来了个这，那201把摄像头都给装上了，也不知道防谁。要不然就别来住，要来住呢就别说那么多。咱们22楼真够可以的，不来则可，一来呢就来2个奇葩。你又在网上买东西了？不可能，支付宝的钱都没有了。怎么，不认识我啦？我2203的住户啊，刚一个电梯上来的。你有什么事儿吗？没什么事儿，被我爸念叨烦了，偷摸过来给你们打个招呼。我是曲潇潇。曲潇潇，24岁，海归，古灵精怪，肆意洒脱，率性犀利，从小在关系复杂的家庭长大，看似玩世不恭，实则真实善良，让人又爱又恨，是一朵带刺的玫瑰花。我是曲潇潇，今天我新搬过来，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多多关照哦。哎，你好，我叫邱莹莹。啊，这个是关雎儿，我们2个租住在2202。你以后有什么事儿的话，尽管敲门。这么晚搬家是不是没吃饭呀？我们这儿有甜甜圈跟奶茶，你要吗？不用了，我都吃过了。对了，这个送给你们，我从国外带回来的，就算是见面礼吧。谢谢啊。哎呀，我坐了1天飞机，好累啊！今天就不打扰你们了，有时间啊，我们好好说话啊。拜拜，拜拜，早点休息啊。哇！
这巧克力看上去好好吃啊，让咱们甜甜圈情何以堪？哇，我查一查这是什么。大师级巧克力，太够意思了。好好吃啊，刚刚。你说咱们临时干什么的？哎，他那件衣服看着很普通，可是穿在他身上好看死了。我倒是没看出来是什么牌子的，但我认出他那包上的毛球了，那毛球是芬迪的。我妈也有个那个牌子的包，可贵了。不过能送这么好的巧克力，这别的东西肯定也便宜不了。完了完了，正宗白富美，我现在对她羡慕嫉妒，就是没有恨。一盒巧克力就把我给收买了，太没节操了我。可不是嘛，我这刚才听他们说那些话，我心里挺不高兴的。不过我看到小曲那么热情的跟咱打招呼，我顿时就不生气了。再说了，还有这么好吃的巧克力。好好吃。再来一颗，我再来一个。哎呦，就这一间啊，这也太小了吧？啊，结构也不好。哎呦，这家具太简单了。哎，把这些照片摆出来。这张不错。小小，小小啊，爸爸把别墅都给你装修好了，你还是过那边去住。要不干脆回家，家里那么大的房子，就我和你妈2个人住，怪冷清的。哎呀，爸爸，你坐会儿好不好？唠唠叨叨个没完了。这房子哪有你说的这么不好呀？我一个人住这么大房子，完全够住啊。再说了，哪有长我这么大的孩子还跟父母住在一起的呀？我是回来工作的，就得自己养活自己，对吧？我这么大了，还仗着你跟我妈买别墅啊？那不是打我自己嘴吗？有志气好，可是爸爸舍不得你这个宝贝女儿吃苦。家哪有这么娇气呀？俗话说得好，有多大本事享多大的福。要想花钱，就得是自己赚的。我现在只买得起这儿，我就住这儿。等以后多赚了钱，我再换别的房子，好吗？我知道你想证明自己，可证明自己也不一定是自找苦吃啊。不要，我现在这个岁数啊，就应该自找苦吃，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爸爸，你明天不是还开会呢吗？你让刘叔先送你回去吧，好吗？怎么办呀？咱们也没给樊姐留一点。我赶紧毁尸灭迹，不让他看见。好了好了，放心吧啊！走了。那个什么，你们下去等我会儿啊，我跟女儿再说几句话。啊，那你快点啊！你也早点休息啊！拜拜。拜拜。走了。干嘛呀？什么事儿啊？你是回来帮忙的，还是回来拖后腿的？当然是回来帮忙的了。不是你急吼吼的让我回来帮忙争家产吗？你还知道我是让你回来争家产的。你爸给他前妻和儿子买豪车、买别墅，手下2个公司，这每年几百万的收益，全都交给你哥了。你这好不容易啃回来了，妈妈费了老大的功夫才说服你爸给你买别墅，你倒好，偏要跑来这儿住公寓，你唱的哪一出啊？这你就不懂了吧？战略，知不知道？
苦肉计懂不懂？欲扬先抑，懂不懂啊？我不懂你那么多，我就知道我们家产就这么多。你要再欲扬先抑下去，那就全成了你哥的了。妈，我问你吧，是车子房子值钱，还是家里公司值钱啊？那当然是公司啊。bingo， 车子房子不过是鸡蛋，家里的公司才是生前的金母鸡。我爸当初离婚的时候啊，是净身出户，家里的家产是你跟他在一起挣的，他给他的儿子买房子买车，这我无所谓。但是公司绝不能让给别人。我住在这儿啊，就是为了让他觉得他委屈了我，想一门心思的补偿我。我瞄准的是分公司老总的位置。这招管用吗？管不管用？过2天不就知道了吗？还有，把你的副卡给我，这买房子的钱我得还给人姚兵啊。哎，你不是说是你赚的钱买的？这你也信？这是说给我爸听的好吗？要没点体子，他敢放心把公司拿给我？我现在是刻苦上进的好青年一枚，你可千万别把我戳穿了，知道吗？我回来啦，樊姐，看样子有戏呀？没戏，还说什么精英？其实就是一小公务员，要求还挺多，厚着脸皮跟我说，可不可以跟我一起按揭买房啊？脑子瓦特了。那万一是潜力股呢？哎呀，都快40了还潜力股啊！这隐藏的也太深了。照这速度下去啊，估计50、60还潜着呢。谁买入谁套牢，一准能炒成股东。长得帅吗？帅，真帅，1.87米的大高个，腰以下全是腿。我喜欢。有什么用啊？是能当菜吃，还是能当饭吃，还是能出去挣钱呀？这也就是能骗骗你们这些小姑娘。真要是结婚呢，基本等同于自杀。姐这大好时光都浪费在绣花枕头上了，这好男人呀，都在跟姐捉迷藏。关关，你敢去相亲吗？反正我不敢，我没有樊姐的勇气跟泼辣。如果我面前坐一个陌生男的，对我东问西问的，我觉得我就能马上去死。我也不知道呀。不过我妈说了，如果我再不带一个男朋友回家的话，她的脸都被我给丢光了。没准我得好好考虑考虑，明年是不是要真的相亲了。我这是没时间呀，我还是先保住饭碗再说。关关，小秋妍，你们说我是不是应该降低一下男朋友的标准？比如说，小破车1辆，普通住宅1套，就像咱们隔壁那个2居室。2203肯定不行，首先性别就不达标，女的呀，而且是个超级白富美。我在人面前一站，就像凤凰前面的草鸡似的，也就樊姐也能跟她比一比了。我怎么跟人家比啊？人家有房有车，我有什么呀？我就一堆破衣服。大龄少女不配谈恋爱，就配找对象。樊姐，你怎么了？必须叫我姐。小美美眉。哎，看来又受刺激了。什么情况啊？怎么回事啊？我去看看。2203在开 party。别看是小区不行，装修时候费了不少功夫呢。别的不说，光是灯不少钱呢。
这些窗帘都是配套的，知道吗？谢啦。那个，来，我说两句。来，都安静点，我来说两句啊。这个，我们都举起酒杯来，我们欢迎潇潇回国。哎呦，我10点半就需要上床，11点得进入深度睡眠，不然我的皮肤就不行了。是呀，我更惨，我还得回客户邮件呢。这音乐咣咣一阵，26个字母全在我眼睛面前飞，我什么我都翻译不明白了。那，要不然我去说说。行，我去。你好，我是隔壁2202的，你们能不能小点声？你说什么？你们能不能小点声？啊，哎，都小点声，这就不愿意了。潇潇，你这动作也太慢了，我们都快等睡着了。还不怪我爸妈，纯属看这小玉不顺眼，唠叨半天才走。潇潇，你脑子进水了吧？你看你找的这是什么地方啊？你那败家哥哥还在那个别墅待着呢，你怎么发配到这儿来了？哎，你别发配了呀！大家静一静啊，我有话要说，过来，麦克风给我。首先呢，我要感谢姚斌替我垫钱买房子啦，感谢兰兰给我装修，感谢大家给我准备的 party， 谢谢大家。应该的。现在我要庄严的宣布，取消！大家都知道我这次回来的目的是给我那个败家哥哥争家产。我爸跟他的前妻离婚是净身出户，娶了我妈。辛辛苦苦赚下现在的家产，跟曲连杰没有关系。我绝不会把曲家的家业交到了曲连杰的手里。以后啊，但凡提供曲连杰有价值信息的，一律有奖。哎呦！哎呀，我的美容觉啊！怎么办呀？我这怎么一点效果都没有啊？手机。喂，物业吗？我是2202的租户，2203的业主好像在开 party。都这么晚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我明天一大早还上班呢。业主怎么了？业主也不能扰邻呐。你信不信？你如果再不能管的话，我就……好吧，谢谢啊。怎么样？马上上来。关键时刻就看出来这业主跟租户的差别了。今天如果是我们这样啊，他们早就上来了。还真是。哎呀，都1个小时了，吵得我脑子都晕死了。我也是，我这本来觉就不够睡，这下可好，我这明天还加班呢，我这怎么才能起得来呀？你好，找谁？你好，我们找这里的业主。潇潇，找你的。许小姐，我们是小区的物业，您刚刚搬过来，这个庆祝也是应该的，我们也理解。可是，您看现在都这么晚了，您这样会吵到其他邻居的。知道了，现在是10点50，11点，再有10分钟我们肯定结束，好啦。我们也是接到其他邻居的投诉，实在没办法，希望您能配合。好，再见，谢谢，拜。谢谢你们。这邻居够事儿的。这样啊，大家，今天呢，我们再玩10分钟，想撤的撤，不想撤的我们去外滩，店儿你们挑，单我来买。
好，大家玩到高兴为止。警察，把音乐关了。怎么了，警察叔叔？我们刚接到报警，有人投诉你们严重扰民，希望你们马上停止，不然的话，我们将会依照相关条例对你们进行处罚。嗨，我们这马上就撤了，几分钟的事儿，还害您跑一趟，辛苦您，辛苦您。放心吧，警察叔叔，我们这儿都是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别再扰民了啊！这是第一次，给你们个警告。一定，没有下次了。好了，谢谢，辛苦您，辛苦您。抓紧时间散吧。好，您慢走啊。再见。什么？你这邻居行啊啊！好好的 party， 咔嚓。就是的，这也太过分了！现在才几点呢？对呀。来，喂。是不是你们报的警啊？什么报警啊？1次、2次、3次，我不是跟物业都说了吗？10分钟，再有10分钟我们就结束了。干嘛呀？我们都是邻居，闹得这么夸张，有意思吗？我们没报警，什么报警？干什么呀？说话就说话，干嘛这么凶啊？你们都吵了1个晚上了，我们不过是跟物业说了一声，干嘛这么凶巴巴的样子？不是你们报的警，那谁报的呀？对啊，不是你们还有谁啊？是我报的警。你谁啊你？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你只需要知道我是201的业主。我已经查过中国上海的噪音扰民标准，晚上10点半到第2天早上7点，超过55分贝都是扰民。如果是深夜超过15分贝，已经构成扰民。现在已经深夜12点，我用 iPhone 自带的分贝软件测试过，你房间的音乐已经超过70分贝。我报警很合理。当然，如果你有什么疑义，你也可以联系我的律师，随时告我。I need sleep. I don't want to have to tell you again. 如果再有下一次的话，我不会像今天一样等15分钟才报警，我会立即报警，而且向你索赔。我靠！安迪，31岁，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毕业，华尔街投资公司高管，拥有精准干练的言谈举止，对数字极为敏感，有超强的记忆力，性格高冷，不善与人接触。老谭，东西我收到了，我决定回国。先说好，我是为他回来的。主任 CFO 帮你收购红星只是顺便，我一找到人，随时可能离开。你帮我找个中档小区，面积够住，有公园即可。公司车程不要超过20分钟，我会尽快办理这里的离职手续。See you in China。我要换房子。不是吧？周六一大早就为了这事儿找我？怎么了？地方不行吗？我可是按照你的要求找的。房子没问题，邻居太烂，那帮小女生闹腾得很。行，你说换就换。本来也就是临时给你找一个落脚点。那既然这样的话，索性就以公司的名义在江边买一套房子给你吧，算是投资，你住着也方便。OK， 记得我要安静一点，人少一点。还有，照样离公司不能太远，20分钟车程 ，OK？OK。哎呀，昨天晚上睡得那么晚，我今天都不能美美的了。哎，就是啊，我本来以为小许是个好人呢，没想到玩这么疯。
要不是昨天隔壁2201报警，估计1、2点都停不下来呢。这2201也够吓人的了，才办来几天呀？这又装摄像头又报警的，我看比小雪好不到哪儿去。哼，他们2个呀，一个混世魔王，一个是冷冰冰拒人1千里之外。要我说呀，这2个都不是什么省油的灯。醒了没？干嘛呀？你没大早的。我姚斌，有重要情报啊！什么情报？你哥撞车了，刚买的兰博基尼跟人飙车来着，直接报废，微博上都传疯了。你不是要当什么有为好青年吗？大好机会啊！别怪哥没提醒你。现炸的油条，你以前最爱吃的。你在国外呀，肯定吃不上这一口。尝尝。好吃。爸真惊讶。好吃。好吃吧？还是家里好。那是，那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是吧？哎，你那狗窝收拾的怎么样了？差不多啦，慢慢来嘛。哟，你说这阿姨去买个豆腐花，怎么还没回来？我去看看去啊。等着等着啊，吃豆腐花。爸。你给我辆车呗。你有什么车你说，只要你看中的，爸爸给你买。买什么呀？家里不有一辆买菜用的小 Polo 吗？你把那个给我就好了。反正就是一代步工具，花那么多钱干嘛？一堵车啊，甭管是什么玛莎拉蒂呀、Lamborghini 呀，统统歇菜，跟小 Polo 一回事儿。万一要是撞车了，还贼贵的，我可养不起。对了，爸，我这次可是下定了天大的决心回来工作的。明天我就要去公司上班了，你可要一视同仁，不许欺负我哟。怎么可能呢？你是我女儿，爸爸看着有头有脸也不值呢，怎么会欺负你啊？那行，你把最好的公司给我，我要去当分公司的老总。你刚才说什么？你要去当老总？对啊。不是，傻女儿啊！你以为当老总那么容易啊？啊，你什么都不懂，你怎么管理公司啊？不懂我可以学呀，正好我学的也是金融专业，正好对口。答应？你要是不答应的话，立马叫给你看啊！哎呀，女儿啊，这是个大事儿，爸爸不能就这么答应你，你让爸爸好好想想。这样，星期一你来一下集团，是什么情况，我们再做商量，好不好啊？行，周一就周一。但是你如果要耍我的话，爸爸绝不耍你，也不敢耍你。好，我吃饱了，我走了。啊？那钥匙呢？啊，在门口，在门口，在门口，来。小小，你可行？还是女儿好啊。
谁赢了？当然是我了。我这么舍得下本钱，再加上我妈在旁边扇风，我爸不可能不买账。过不了3天，他肯定给我个老总当。那是，那么破的小区你都住得下，论吃苦耐劳，屈连杰哪是你的对手？哎，对了，晚上我朋友酒吧开业，要不要一起去耍耍呀？好，正好昨天大家都没有玩尽兴，这样，你帮我团个局，晚上我请大家喝酒。还有谁的朋友想来的尽管来，正是结交人脉的好时候。行，晚上我把咱几个同学都叫上，还有我几个朋友，以后做生意肯定用得着。谢啦，把地址发给我，晚上我们见吧。晚上8点，面对酒吧。拜。回来了，白小野，哎，别关门，刚洗完澡，通通气。哦哦。咦，打扮这么漂亮，要去干什么呀？今天有个酒吧开业，我一朋友带我去他们的开业酒会。我穿什么呀？穿什么？哎，穿你上次10点在唯品会抢的那件衣服。啊，那件啊，是这件吗？高端大气上档次，低调奢华有内涵。bingo。姐姐，我要换衣服了。得令。慢慢换。怎么样啊？实在太美了，樊姐，你就这打扮，今天晚上一定将你男伴收入囊中。哪行啊？那男伴啊都有老婆了。男伴有老婆？那你怎么敢去啊？你不怕他老婆半路杀过来呀？他们那种人哪会那么小气啊？再说了，姐姐我不是去酒吧玩的，今天是酒吧开业，去的可都是方方面面的人家儿。姐姐我啊是去掐尖儿的。掐尖？小秋啊，晚上你要去 Mint 酒吧吗？有没有人接你啊？没有的话，跟我一起去。不是的，你误会了，不是我去，是樊姐去。这是你包啊，好好看，什么牌子？是不是很贵啊？这个啊，我国外买的，比国内便宜多了。怪不得呢。嗨，我都忘了介绍了，樊姐。樊姐，这个是曲筱绡，咱们的新邻居。那个是樊姐，樊胜美，她是一家外企的 HR， 大美女，什么都懂，可厉害了。你好啊，小曲。哦，是樊姐。晚上你要去Mint酒吧吗？那正好，一起去吧。我有一辆小破车。不用了，我有人接，这就是我一直不开车的原因。那不打扰了，我先走了啊。秋英，拜拜。拜拜。我们去Mint酒吧让人掐去喽。这瘦的跟个人干似的，穿什么大牌都没有女人味儿。哇塞，姑奶奶今天直击现场了！历来100万名车旁边无丑女。我去，是他？是，现在这么嚣张，不是轻浮就是小叫。
姚斌，我在我们地下车库里看到一辆保时捷911，你猜车主是谁？报警那个女的，我都太好奇了，快帮我查一下这女的到底什么来历，要快点。白主管，他跟我是上一个课。你说的真的假的？我骗你干嘛？他亲口跟我说的。我不跟你说了，我得赶紧选衣服去了。谢谢你啊，亲爱的。说是让我周末早点回家，其实还有2个岳阳会议要开，也不知道几点才能睡上觉啊。哎，你现在呀，就是属于赚着员工的钱，操着老板的心，直接跟你们老板说网络死翘翘了，没法弄了。你信不信？我们老板能在1分钟之内给出100种解决办法。条件好点去星巴克，条件差点去网吧。实在不想花钱，你就抱着你的电脑满小区转悠蹭网。我还是老老实实的工作吧。这次实习结束，我要是考评不佳的话，我就会被刷下去。使我太绝望了。关局，我以一个早你1年毕业的师姐身份来告诉你，你应该多学学我，趁年轻记忆好，多考几个证傍身。只有一个个硬派司才是真正属于你的。你每天拼死拼活工作那么长时间，你难道要写在履历上吗？你总不能写我每天工作16个小时吧？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还有10分钟，我得提前5分钟连上线，不跟你说了啊。查着了，来自己看。韩宗明，这什么人啊？大鳄，懂吗？离你和我都非常遥远的大鳄，背景人士。哇塞，这么劲爆啊！难怪我那个邻居脾气这么大，出手就是保时捷，这男的够豪气的呀。他要真是谭宗明的人，保时捷算什么呀？他动个煤棒，上海多少企业就要倒闭了。哎，跟你说啊，别惹这种人啊，跟他比起来，咱这点小钱算什么？哎，是他报警抓我，又不是我报警抓他。懒得理他，我才不理他呢。我跟我哥都还来不及呢，没工夫搭理这种小三小四。什么玩意儿？约我出来还带那么几个女的，还以为自己谁呀？还精英呢，就是一流氓。喂，陆总。啊，没有，我也在玩着呢。没事，你玩你的啊，不着急。不用管我，不用管我。今天晚上没什么意思，都是圈内人，谁都认识谁，不会有什么惊喜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今天晚上的 DJ 就挺好啊。得了吧，今天晚上这种场合啊，只认衣服不认人，美女是拿来调戏的。那美女你呢？我今天不是女人呢，我是来认识人的。樊姐，你身边那个男的的旁边都是鲜嫩的小妹妹，估计是顾不上你了。你要是想走的话呢，给我打电话，我给你安排，不会让你走得太落单的。第一，请不要叫我姐；第二，我跟他只是普通的朋友；第三，我还没有玩尽兴呢，玩尽兴了，我自己会走。这大姐被人冷落成这样，我好心帮她，她还跟我摆谱。呱，你快帮我看一眼，你觉得这两件衣服哪个好看？这件好看还是这件？你不是去上注会课吗？穿那么好看干嘛呀？明天跟我一块上课的有我们公司财务部的白主管白帅哥也跟我一起上那节课，所以我想穿得漂漂亮亮的去吸引他。你看看啊，我感觉这套好看点儿，感觉这套比较成熟，比较职业一点，这套就有点太可爱了，比较幼稚。是吗？哎，我不跟你说了，他们又上线了。工作需要成熟，谈恋爱吸引男生也要成熟吗？哎，滚！我觉得我还得让樊姐帮我看一下，这样我把两件衣服挂在她门口，等她回来你跟她说一声。我先去睡觉了啊。姐，你想不想吃宵夜？我请你啊。这是干什么呀？哦，莹莹她喜欢那个白主管，说是他俩明天一起上注会课，然后呢，莹莹就不知道穿哪套衣服能吸引他的注意，所以请樊姐帮忙做个主意。我得挑衣服啊。肯定是小秋试衣服的时候把手机忘在里面了。哎，樊姐，这是小秋的手机。白主管发的。小秋，明天我顺路接你，请短信我地址。哎呀，哎，顺路，哎，不对呀，你说连地址都不知道，怎么能说顺路呢？真逗，现在这男人掉膀子都已经不用理了。原来这两个人是郎情妾意呀！这要是小秋刚才看到这条短信，肯定兴奋的睡不着觉了。关关，姐姐教你几个做人的道理。如果心诚，邀请短信就应在适当的时间提前发出，要给女孩一个思考、矜持的时间，怎么会选择深更半夜呀？其次，如果是不帅的白主管发这样的短信，你会不会认为这是一种性骚扰？那么请你一视同仁，再帅的白主管发这样的短信都是性骚扰。哪家公司都不允许办公室恋情，如果被发现，倒霉的就是小秋这种最底层的女员工，知道吗？可如果他俩是真心相爱呢？这未来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努力克服呀。什么努力克服？未来都是一清二楚的，要么就是小秋辞职，要么就是白帅哥辞职。樊姐，你怎么删了呀？小秋履历浅，找工作很难，所以他绝对不能辞职。白帅哥呢，刚刚当上主管，连会计证都没有，他绝对不可能离开公司的。那么最终牺牲的是谁啊？还是小秋。
关关，我做了这么多年人事，请相信我，我们这些外地女孩子，工作才是唯一的依靠，绝对不可以在没出息的男人身上冒险，知道吗？哎呦，大晚上不睡觉你干什么呢？樊姐，我知道你说的有道理，可我总觉得就这么把短信删了不太好。而且，万一那白主管是真的喜欢莹莹呢？我这么做都是为了小秋好。你跟小秋还年轻，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大好时光浪费在这种不合适的男人身上。这样的道理，等到你们30岁以后就明白了。樊姐，我还是留张纸条让莹莹自己选择吧。不过我会把你的意见转达给她，而且我会注明那条短信是我不小心误删的。哎呀，这年轻的时候啊，天高地宽，难免会为爱冲动，做出一些不计后果的事情。可是等你反应过来，理智清醒了之后，你才发现自己都已经老大不小了，摆在你面前的机会所剩无几。到那个时候怎么办啊？啊，是后悔药吗？哪有啊？我就是不忍心看到小秋后悔，我才这么做的，懂吗？行行，你留条吧，留吧，但是一定要把话说通透了，不要让爱情蒙蔽了他的眼睛。樊姐，你真好。我好？我好吗？千万不要发好人牌给我。白主管给我发短信了，他说他约我，他顺着我今天一块儿去上班。先进去。小小，昨晚上妈妈打了你10几个电话，你一个都没接。你是接我回来战斗的，还是接我回来做熬的呀？昨天我朋友酒吧开业，我去捧场去了，顺便结识几个新朋友。你去酒吧了？喝醉了没？没有，那离这还远呢。明天我不是还要上班吗？在我爸把公司交给我之前，我肯定表现得像个有志青年，不会给你掉链子的，放心吧。没忘记就好。哎，小小，你爸跟我商量了，说要挑一个好公司给你。哎，你这几天老实点儿，别光顾着玩。放心吧，我知道了。别光顾着看白主管，也要适当的听听课。怎么样，樊姐，我这身好看吗？好看，真的？再配一条夸张点的项链，应该会更好看。真假的？樊姐，我没有那么夸张的项链啊。那就算了。樊姐，中午干嘛去啊？在家梳头发了。OK， 走了。哎，约会呢，带没带口香糖什么的？真没带。还有补妆的东西。哦，樊姐，你周日干嘛去？跟咬我的蚊子聊聊天。咬你蚊子？你把它打死呀！他身上流着我的血，我于心不忍。好善良啊！不走了啊！哎，手机，最后一次了。走了，再见。哎，就这我没算到的样子，这要是能拿住白主管就叫怪了。
关关，我们中午吃大餐吧。咱们门口开了家兰州料理。好呀，樊姐，你等我一下，我换个衣服。潇潇，想吃什么给妈妈打电话啊。知道啦，走吧。别跑呀，小猫。咪，去哪儿啊？别走啊！喵。小曲，你一个人在那儿干嘛呢？当心喂蚊子。刚看到一只流浪猫，正勾得起劲儿呢，被你们一叫跑了。刚从超市回来啊？对呀，周末不上班，买点东西做储备啊。你回来了，上课上的怎么样？我买了酸奶，有你爱吃的黄桃味的。我真的太兴奋了，我真的太兴奋了。你怎么了？怎么上了半天课成这样了？看不出来嘛，白主管跟他表白了。白主管没跟我表白，可是白主管约我下周一一起去上班。樊姐，你说他是不是喜欢我呀？就算是喜欢你又怎么样？女孩子就得矜持一点，不能显得太主动了，这样他觉得你很好追，就不会珍惜你了。那就说明他喜欢我。恋中的女子好怕怕哦。行了，你走吧。完了，以后上班我不能陪你了，我就是见色忘友，我十恶不赦。没事，宝贝啊，我看你高兴，我也开心。关关最好了，我请你吃好吃的吧。你说必胜客、麦当劳、肯德基，随便请你。行，那我就挑一个兰州料理，沙县料理都可以。哎，跟你们说个爆炸性的消息，想知道吗？什么消息？前天报警的那个2201的住户还记得吧？那么拉风，想不记得都难。昨天啊，我在地库里看到他了，开了辆保时捷911，还是顶配。开这么好的车住在咱们小区啊，肯定有背景。我就把车牌拍下来了，让我朋友一查，你猜怎么着？车子果然不在他的名下，车主啊是个商业大鳄。想想，这件事情有什么猫腻没有啊？什么猫腻啊？这都不知道，你傻呀你？男的免费把车子拿给女的开，这女的呀十有八九就有他的想法，要不然也不会这么嚣张，还敢报警。别装了，你刚才听到我说你了是吧？你还挺理直气壮的嘛。可惜啊，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你以为某些人把你藏在这里，就没人知道你的底细了？谭宗明你认识吧？你认识老谭？你说呢？我曲潇潇啊，平生最讨厌小三小四，还以为某些人敢做不敢当，不敢承认呢。前天报警的时候，某些人不还一套一套的吗？装作一副社会精英的样子，却被人揭穿了。换作是我的话，我也心虚，我也理亏。这什么破电梯啊！都说是破电梯，有点问题很正常。物业吗？我是2202的樊胜美，我和我屋里的2个姐妹被困在电梯里了。还有22楼的其他2个业主，曲潇潇和 Andy。
的。好，请你们耐心等待，我马上联系维修电梯的工人过来。快点儿！等着吧。倒霉。我刚才买了点吃的，要不咱们吃点好吃的吧？我看行，我都快饿死了。哎呀，有我最喜欢吃的3只松鼠，快，饿死了！你不是刚跟白主管吃完饭吗？怎么这么一会儿又饿了？麻将吧，收饭的时候，光顾着看白主管了，什么都没吃进去啊！现在太好了，吃个东西垫人肚子，不饿了。哎呀，人家都说恋爱中的女人智商为负，这么看来，果不其然啊。那你智商为正，现在怎么办呀？你能想办法让我们都出去吗？与其半懂不懂的瞎操心，不如省省心，在这吃吃喝喝省体力。你就省省心，吃吃喝喝省体力吧。谢谢，我只喝水。我买了水。人家不要。电梯卡在16层和17层之间。这样，你们物业人员赶快到17层陪被困人员讲话，好，稳定住他们情绪。好，老李，你带你的电工组赶快行动，尽快救他们出来。好嘞，走，你们跟我来。好。你们知道吗？死亡率最高的几种死法里面，就有电梯死亡。前段时间微博上有那照片，一个女孩她玩手机，没看电梯，结果电梯门开了，可是电梯没到，结果她一脚踩下去，你们猜怎么着？死了，活活从10几米的地方摔下去了，想想都疼。还有，就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咱们隔壁小区，一帮人进了一个电梯，结果电梯门哐当一关，结果你们猜怎么着？等人们发现的时候，把电梯门给撬开的时候，太险了！别说了，别说了，刚才好好的，你这一说，我这汗毛都立起来了。有什么害怕啊？最害怕的我还没说呢。哎，你们知道那个事儿吗？就那国外的女孩，那国外的女孩在酒店里，她就进那电梯，从监控录像看有一个人在追她，可是那个人没有出现。那个女孩进电梯以后吧，这电梯门啊，就死活关不上。然后那女孩就探出头往外看，没有人啊。她再回来，感觉又被什么东西抓住一样，好像对面有人。她就这样，像幽灵一样。那女孩就这样，然后手来回比划，什么比划？秋英，你脑子进水了呀？这个时候哪有自己吓唬自己的？万一你的乌鸦嘴灵验怎么办？呸！不可能灵验的。再说了，我都想好了，万一电梯真的摔下去，咱们都不会死的。到时候你们都听我的，只要电梯马上落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跳。快！哎，哪儿呢？就这栋楼。好，来，快！哎，物业怎么还不来人呀？是不是把我们忘了，樊姐？我电话呢？信号呢？没信号，我也没有信号。上电梯该不会不行了吧？我不想死，我不想死的。微博的那个视频跟这一模一样，就是先咣当一下，然后灯光忽明忽暗的，电梯门一下就关上了。闭嘴！我是想闭嘴，可是我闭嘴的话，我告你刚，我必须得说话。我还不想死呢。白主管他刚刚约我上下班，我们俩手都没牵呢。我不想死，有人吗？有没有人？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排电梯。你这样敲电梯的门，电梯会因为震动而随时下降。你干嘛呀？我们现在在16楼，必须把下面每一层都摁住。这样的话，就算电梯急速下滑，也可能因为恢复制动而停下来。也就是说，我们会有16次获救的机会。你们现在听我说，电梯里本来就缺氧气，我们已经在里面待了10几分钟了，所以不要再说话了，保持体力，平稳呼吸 ，OK？ 把鞋脱掉，头和背部贴紧相壁，双腿微微弯曲。这样的话，就算是电梯急速下坠，我们都能够减少对人体造成的伤害 ，OK？ 这样就行了。说话。樊小姐，樊小姐，你们在吗？我们在。樊小姐，你们不要紧张，工人他们都去拿电机和设备了，咱们得手动盘车，盘到跟楼层平行的位置，就能救你们出来了啊！你们不要紧张啊！我们不怕。老张，你们别着急，别着急啊！喂，你们到位没有？我们已经到位，已经到位。注意，电梯要往上升了。来，慢一点啊！他们开始作业了，你们注意安全啊！老姜，恢复制动。装什么装呀？大家都害怕，难道你不害怕吗？我还没嫌弃你，你什么表情？慢一点。好。他是说那个什么手盘什么车是什么呀？靠不靠谱啊？万一没拉住的话，那要是一下子，吧唧一下掉下去了是吧？闭上你的乌鸦嘴巴好吗？行了，哎，你没觉得我们把手拉在一起，这不没那么害怕了吗？是吧？哎，你们好像在往上升，你知道了吗？我也感觉是往上升了一点。我们已经上升了4次，每一次差不多25分，算起来，我们已经在16层和17层的中间。我们现在层高是2.8米，我们需要再上升140公分，差不多7次。这样的话，只需要3分钟，我们就能获救了。你怎么算的呀？你怎么这么聪明啊？我现在脑子都是浆糊。别没事吧？好了，
快出来吧！我要去了。大兵，没事了，快点去。快点，小心。没事就好了。怎么样？没事吧？那把那矿泉水给我吗？小王，你都看见了，这电梯已经出了这么多次问题，你们倒是修啊！啊，今天如果不是说我们几个人命大，整个22层的人都没了，你们负得起这责任吗？这里面还有业主呢，你知道吗？是不是小曲？是啊，这么危险，让我们怎么住啊？不可是新买的房子啊！你要再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我可是要找物业投诉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今天真的是我们物业的疏忽，我已经通知领导了，尽快解决维修这个问题。我们一定会保证业主的出行安全的。这个问题这件事情，这是要这是这是我们的家。情绪和耀眼的霓虹，乐呵和发疯，泡面里加点洋葱，创意让自己感动，口袋里有一个破洞，这样的笑话。当5个女孩同时笑了起来，刚才在电梯里的恐惧慌张顿时化为乌有，仿佛无形中有一股暖意在他们之间散开，温暖着彼此。之前的陌生和隔阂也都如冰雪一般融化开来，消失无踪。相信水不知所踪，仍相信未来在我手中，好运对爱笑的人情有独钟，向前冲，听耳畔的微风，共鸣心的跳动，为欢乐赞颂，仍相信未来在我手中。好运不会对坚持无动于衷，不怕输在都市的天空，画下一个笑容，注视我倔强的梦。快点货啊！我是收拾了。哎呀，你洗脸刷牙去，快快快！番茄公关，我先走了啊，慢点，我走了。慢点啊！关关，哎，你怎么还在这磨叽呢？刷个牙刷半天，快点，要迟到了啊！我上。相信水不知所踪，仍相信未来在我手中。呀，都迟到了，赶紧啊！要迟到了，摔了，我没睡醒啊。没睡醒也不行啊！那是不是小曲的车呀？车跟咱们的鞋一样，都是代步工具。如果真的堵车呀，还不一定有咱们快呢。这才是好车！你听这个声儿，多悦耳啊！是啊。哎呀，这车真好。行，樊姐，别看了啊，再看赶不上地铁了，走。这都什么命啊！同住一层楼，人家开豪车，我还得挤地铁。咱们都会有的啊，快走。不怕输
听说前几天来了个 CFO， 以前是谭总的同事。听说2个人以前啊都是在同行做事，还是大老板亲自出面，才把人从华尔街给挖过来了。空降部队啊，看来背景挺厉害的。开车呀你？哎呦，这不是我那个在美国留学，只知道买包开 party， 连 ABC 都分不清楚的妹妹吗？哟，这不是我那个刚买了豪宅跑车，天天只知道伸手要钱的哥哥吗？娇娇，哎，你说你不好好在国外待着，回来这里干什么？还装得挺上进的，在爸面前给我上眼药。可惜啊，就是撞了车，我也是公司的老总，总比一些1分钱都没赚过的闲散人员强100倍了。喂，安迪，资料已经准备好了。好，谢谢。Hello， 大家好。何总，何总。很高兴认识你们。你们可以叫我 Andy。喂，徐总好。徐总好。我不说了吗？我这儿忙完之后就给你买啊，买，嗯。怎么，不拥护女朋友吗？听说上次吵架你买了个 Prada 包包才安抚下来，这次要是去晚了，可不是一个包包能解决的事儿呢。我的事就不用你操心了吧？我今天是来给爸汇报工作的，你呢？你来干什么？这是我爸妈一手创办的公司，你说我来干什么呀？请完这种事就免了吧。爸这2天忙得昏天黑地的，根本没空搭理你。你呀，该干嘛干嘛去，省得添麻烦。咱俩谁添乱还不一定呢。哎，爸，你们俩怎么一起过来了？谁跟他一起来的？我们是一起来的呀。爸，你不是让我今天过来找你吗？哥，你来干嘛呀？好。哦耶，大 boss 有事儿，我们今天准时下班。
么吃什么。